华丽的教堂里，莉莉娅独自推开了沉重的大门。就在今天，我要嫁给一个才刚见面的陌生男人。克里斯蒂安冷漠地等在尽头，这场没有感情的婚礼到底会把他带向什么样的未来？克里斯蒂安主动伸出了手，他在等一个答案，一个能让这场戏演下去的动作。莉莉娅最终还是搭了上去，任由他把自己拉进怀里。在这个国家，每隔几十年就会降生一个特殊的女孩，白发红瞳就是他们身为神之子的印记。他们被关在神殿里小心供奉，只因为那股能治愈一切的神力，但这根本不是什么恩赐，而是伴随一生的诅咒。按照规矩，莉莉娅必须嫁给神殿的高阶祭司，一辈子不能离婚，更不能逃离这间华丽的牢笼。在神殿里的每一天，莉莉娅都像个精致的木偶，看书祈祷，这种日子一眼就能望到头。该去祈祷了，莉莉娅。侍女的声音准时响起，她只能放下书，乖乖跟在后面。空旷的走廊里全是整齐的脚步声，可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。莉莉娅脚下一滑，整个人失去了平衡，周围的惊叫声瞬间打破了神殿的死寂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侍女的责备声在走廊里回荡，听起来不像是担心倒向，是害怕。莉莉娅小声的道歉，甚至想伸手拉住对方的衣角，安慰这个被吓坏的侍女。可就在指尖快要碰到的一瞬间，对方像是触电一样猛地躲开了。那种眼神根本不是在看一个孩子，而是在看什么可怕的怪物。但下一秒，侍女又迅速换上了笑脸，解释说自己只是太紧张了。莉莉娅只能低下头，默默收回了手。在这种地方，连一个拥抱都是奢望。我明白了，莉莉娅轻声回答。她太懂事了，懂事到不去拆穿那些虚伪的笑脸。晚餐时间到了，侍女端来了一盘极其简单的食物，2个干巴巴的面包，1碗稀汤，还有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白煮蛋。哇，今天的晚餐好丰盛！她居然露出了满足的笑容，好像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。莉莉娅一边吃着面包，一边好奇地打听：姐姐甜点是什么样子的？听神官们说那是很好吃的东西，我也好想尝尝看啊！身为尊贵的圣女，她竟然连甜点的味道都不知道，这种卑微的愿望听得人心里发酸。你不需要吃世俗的食物，莉莉娅，那些东西只会让人变得堕落。侍女冷冰冰地打断了她的幻想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问这种奇怪的问题。莉莉娅低声道歉，她甚至开始觉得产生欲望是一种罪过。在神殿的人看来，她是神之子，是唯一的希望，所以她不能离开这里，更不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。除了神殿提供的食物，她什么都不能碰。这种所谓的纯洁，其实是把她当成了一个神圣的异类。这哪是圣女，这分明是一个被关在金丝笼里的祭品。所有人都说我是神殿的宝贝，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么孤独？莉莉娅看着窗外，觉得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，哪怕这个笼子装饰得再华丽，也终究没有自由。只有见到赫尔加的时候，她才会露出孩子该有的样子。赫尔加，她兴奋地推开门，像只小鸟一样扑了过去。这是她在这冰冷神殿里唯一的温暖。可还没等她撒个娇，身后就传来了冷冰冰的训斥声：莉莉娅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准奔跑，万一摔倒受伤了谁来负责？侍女的规矩永远比她的快乐更重要。在这个地方，她连跑向幸福的权利都被剥夺了。好了好了，赫尔加温柔地安抚着怀里的孩子，他转头对那个严厉的侍女说：我会陪着她的，你先去外面等着吧。在这个冰冷的神殿里，只有赫尔加敢这样护着莉莉娅，她是莉莉娅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。赫尔加曾经也是受人敬仰的纯白女神，在履行完所有的职责后，如今只能独自住在神殿最深处，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位曾经拯救世人的女神，竟然因为一场大病几乎失去了视力。她看不见阳光，也看不见莉莉娅的脸，所以每次莉莉娅过来，都能看到她安静地坐在窗边摸索着打毛衣，看着眼前的赫尔加。莉莉娅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。难道这就是圣女最终都要走向的结局吗？赫尔加当上纯白女神，还要接受那种有名无实的婚姻，你真的觉得幸福吗？莉莉娅问出了这个沉重的问题。为什么会这么问呢？赫尔加的声音依旧温柔，因为所有人每天都在我耳边重复，说作为女神去牺牲自己侍奉他人，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幸福。莉莉娅死死抓着手里的毛线球，可我最近总是在想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这种所谓的幸福，为什么让我觉得这么压抑？她猛地捂住嘴，仿佛被自己的念头吓到了。我不该有这种违背神灵的想法，对吧？这种自我怀疑就像是一颗危险的种子，已经在他心里悄悄发了芽。面对莉莉娅的疑问，赫尔加沉默了很久。他说，以前确实觉得能为国家奉献是件很自豪的事，至少那个时候他是这么深信不疑的。可紧接着他说出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：如果真的有下辈子，我再也不想当什么女神了。这句话简直是在否定神殿教导的一切。莉莉娅还没来得及细问，门外就传来了冷冰冰的催促声：莉莉娅，时间到了，你该回去了。温馨的谈话被强行掐断，赫尔加的真心话就像一颗炸弹，彻底搅乱了莉莉娅的世界。知道了，我这就来。莉莉娅轻声回答着门外的催促。1个小时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，她还没听够那些真心话，却不得不离开。再见，赫尔加，我很快会再来的。她表现得很开心，不想让这个同样可怜的女人为自己担心。随着房门关上的声音，房间里重新变得安静。赫尔加独自坐着很久都没有说话。可怜的莉莉娅，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你的人生就已经全被别人决定好了呀。这种无法逃脱的宿命，才是神殿里最让人窒息的真相。在同一个房间醒来，吃着同样的饭菜，每天重复着一模一样的流程，这就是莉莉娅日复一日的生活。她很清楚，这就是神殿对她的要求。她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，只需要扮演好那个被期待的角色。但是唯独早上的祈祷时间对她来说是特别的。
好了，莉莉娅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。侍女们停下了脚步。好的，她欢快地答应着跑向前方。只有在这个时候，她才觉得自己稍微从那个沉重的角色里逃出来了一会儿。只有在圣泉祈祷的时候，莉莉娅才能真正的独处一会儿，不用去管那些繁琐的规矩，也不用扮演谁的提线木偶。可就在今天，原本属于她一个人的秘密基地，竟然闯进了一个陌生人。谁在那儿？少年的声音突然响起，莉莉娅赶紧躲到了树后。除了神殿的侍女，她还是第一次在这里见到外人。这个金发少年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？那是一双像蓝宝石一样的眼睛，莉莉娅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人，甚至一时间忘了该怎么反应。我是神之子，除了我谁都不准进这里。他努力拿出圣女的架势，想让这个闯入者感到害怕，是吗？少年不但没被吓跑，反而露出了一个玩味的笑容。在神殿这个压抑的地方，莉莉娅第一次遇到了根本不把她的身份当回事的人。面对莉莉娅的质问，克里斯蒂安指了指远处的宅子，语气里透着一丝自嘲。对他来说，那里不过是个华丽的监狱。因为实在闷得发慌，他竟然甩掉守卫翻墙逃了出来，只为了寻找片刻的自由。这种大胆的行为，莉莉娅以前连想都不敢想。她开心地拍打着清凉的水花，还热情地邀请他一起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邀约，从未逾矩的莉莉娅犹豫了。面对邀请，莉莉娅下意识选择了拒绝。身为神之子，她从小就被各种规矩束缚，不能冒险，更不能像普通孩子一样玩耍。克里斯蒂安可不吃这一套，他直接一盆水泼了过去。既然讲道理没用，那就先打破这份沉闷。他笑着招手，想让女孩看看外面的世界。莉莉娅还在担心所谓的圣权神法，可克里斯蒂安就那样站在水里，张开双臂展示着他的安然无恙，根本没有什么天降惩罚。看着眼前这个自由自在的少年，莉莉娅第一次产生了动摇。她缓缓脱掉鞋袜，试探着踩进清凉的水中。莉莉娅第一次感受到泉水的清凉，这种简单的快乐对她来说却是从未有过的体验。克里斯蒂安看准机会，直接一盆水泼了过去。两人在水池边嬉戏打闹，莉莉娅终于放下了所有的防备，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。这一刻，她不再是那个被束缚的神之子。看着眼前笑得灿烂的女孩，克里斯蒂安一时间愣住了。他或许也没想到，这个总是忧郁的少女笑起来竟然会这么动人。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远处传来的急促呼喊声瞬间打破了这里的宁静。那是来自现实的枷锁，提醒他该回到那个冰冷的笼子里了。听到远处的呼唤，莉莉娅不得不转身离开。可还没等她走远，克里斯蒂安就急忙追了上来，一把拉住了她的手。他眼神里满是急切，只想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再见。这种直白的挽留，让习惯了孤独的莉莉娅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。她轻声告诉男孩，自己每天都会准时来这里祈祷，如果下雨，就会躲在不远处的凉亭里。这几乎是在默许他的靠近。克里斯蒂安兴奋地当场拍板，以后每天早上都要偷跑出来，就在这个老地方见面。克里斯蒂安拉着他的手，笑着约定明天再见。这一刻的阳光和花香，是莉莉娅记忆里最美的画面。可现实的阴影很快就追了上来。他浑身湿透地回到神殿，迎接他的是祭司们愤怒的咆哮。他们像抓犯人一样，把这个神之子强行拽回了房间，仿佛他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重罪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耳边全是没完没了的训斥和说教。他们责怪他的失礼，更害怕他脱离掌控。这种压抑的气氛几乎让人窒息。可即便被关在冰冷的房间里，莉莉娅的嘴角还是忍不住上扬。那些严厉的责骂根本进不了他的耳朵，因为他的心里全都是那个男孩的身影。莉莉娅一路小跑赶往约定的地方，远远的就看到克里斯蒂安。克里斯蒂安已经坐在水边等着了。看来昨天的约定，他真的记在了心里。看到莉莉娅出现，克里斯蒂安主动打了个招呼。他还在为昨天泼水的事情觉得不好意思，生怕这个看起来身体单薄的女孩会因为那场恶作剧生病。直到听他说自己身体没事，他才总算松了一口气。为了表示歉意，他神神秘秘地掏出一袋马卡龙，这可是神殿里绝对见不到的新鲜玩意。还没等莉莉娅反应过来，他就已经捏起一块递到了她嘴边，甚至还轻声哄着她张嘴。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，莉莉娅真的能招架得住吗？莉莉娅试探着咬了一口，那种从未体验过的甜美瞬间在舌尖炸开。对这个一直生活在清规戒律里的女孩来说，这简直是另一个世界的味道。克里斯蒂安大方地把整盒都推了过去，告诉她这些全是给她的礼物。看着这些像宝石一样精致的甜点，莉莉娅虽然满心欢喜，可神殿的教条却让她停下了手。他小声嘟囔着，祭司们说过绝对不能碰甜食。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让他即便面对诱惑也有些退缩，生怕神灵会因此降下惩罚。克里斯蒂安却笑着凑近了些，他说这里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而且神灵那么大度，肯定不快计较这点小秘密。这番歪理竟然让莉莉娅无言以对。看着他那副笃定的样子，莉莉娅最后一点顾虑也烟消云散了。他决定再奖励自己一个，反正只要不说出去，这就是他们之间最甜的秘密。一块小小的甜点让莉莉娅觉得像做梦一样甜。在这么美好的气氛下，她终于主动开口介绍起自己的名字。可当她问起对方是谁时，克里斯蒂安却突然卡壳了。他似乎并不想透露真实身份，只是半开玩笑地告诉莉莉娅，叫她春之王子就行。莉莉娅是个聪明的姑娘，她猜到对方肯定有难言之隐，所以并没有打算刨根问底。既然他想当王子，那就顺着他的话聊下去。看着那头金发和蓝色的眼睛，莉莉娅忍不住感叹了一句，说她长得真的非常漂亮。这种直白又真诚的夸奖，让这个午后变得更加特别了。
克里斯蒂安也夸奖了回去，他说莉莉娅同样很出色，白色的头发配上红色的眼睛，让他觉得眼前的女孩就像一只软萌的小白兔。听到这话，莉莉娅却有些迟疑，因为这副异于常人的长相一直都是他心里的一个疙瘩。他忍不住小声问了一句：“难道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？”在神殿那个压抑的环境里，从来没有人这样夸过他，他甚至已经习惯了把自己当成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。可克里斯蒂安却回答得斩钉截铁，他猛地凑近了过来，大声反驳说：“这一点也不奇怪，反而跟莉莉娅特别相配，甚至还敢当场打赌，全世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她这么漂亮的人了。”这种毫无保留的肯定，让莉莉娅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还没等他从这种情绪里缓过来，克里斯蒂安已经站起身，拉着他准备开始今天的冒险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每天早上的1个小时成了他们之间雷打不动的约定。不管是爬上高高的树梢看风景，还是凑在一起读那些有趣的故事，莉莉娅觉得这段日子简直美得不像话。这种快乐就像一场不愿醒来的美梦，只要和这位春之王子待在一起，神殿那些枯燥的规矩似乎都消失了。他们甚至会为了几张纸牌闹个不停，仿佛外面的世界根本不存在一样。直到一场大雨突然降临，两人躲在凉亭里听着雨声。莉莉娅看着远方，第一次对克里斯蒂安说出了真心话。她说自己真的很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这个问题一直藏在她的心底。可一想到自己神之子的身份，莉莉娅的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小。这种身份对她来说，既是荣耀，也是锁住她一辈子的枷锁。在所有人的嘴里，莉莉娅这辈子都得困在神殿，直到她死掉的那一天。所谓的幸福，就是嫁给那个素未谋面的大祭司，然后把一生都献给女神。这种被安排好的未来，就像一个华丽的囚笼。莉莉娅虽然每天都在祈祷，可心里却觉得无比孤独，因为从来没有人问过她到底想不想要这样的生活。就在她快要认命的时候，克里斯蒂安却突然握住了她的手，他一字一句地许下承诺，说总有一天他一定会带她离开这个地方。虽然莉莉娅心里很清楚，想要逃离神殿几乎是不可能的，毕竟她的命运早就被写死了。可看着克里斯蒂安那坚定的样子，她原本已经死寂的内心好像又重新燃起了一丝火苗。莉莉娅轻轻点了点头，她说自己会一直等着，等着那个约定的到来。虽然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，她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这位春之王子真的能带她离开这里，去看看神殿之外的世界，去过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克里斯蒂安看出了她的不安，他轻声叫着莉莉娅的名字，语气里满是不容置疑的坚定。他说只要相信他就好。接着他慢慢低下头，在莉莉娅的额头上留下一个吻。这不仅仅是一个亲昵的动作，更是一个赌上性命的誓言，他一定会带她走。克里斯蒂安盯着他的眼睛，语气里全是前所未有的认真。他说请一定要相信他。两只手紧扣在一起，从这一刻起，他们的命运彻底绑死在了一起。他亲昵地称呼她为小白兔，这是独属于两人的秘密暗号。莉莉娅轻声回应着，仿佛只要待在他身边，他就真的成了被捧在手心的宝贝。这种藏不住的幸福感，连一向温柔的赫尔加都察觉到了。他笑着问莉莉娅，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好事？怎么连说话的声音都变轻快了？莉莉娅这下彻底慌了神，她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，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，早就让她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了。莉莉娅看着眼前的赫尔加，心里那个关于克里斯蒂安的秘密已经快要藏不住了。她觉得，如果是这位温柔的长辈，一定愿意听听那个关于王子的故事。她小声约定，下次要分享一个秘密，而且只告诉赫尔加一个人。对方笑着答应了。这种被信任的感觉，让莉莉娅心里觉得特别踏实。她已经在心里计划好了，等明天见到克里斯蒂安，就问问能不能把两人的事说出来。她想让最亲近的人也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。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第二天竟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莉莉娅独自站在雨中，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事情好像开始往不对劲的方向发展了。莉莉娅在雨里等了很久，那个从不迟到的克里斯蒂安今天却始终没有出现，直到他在长椅上发现了一封被雨水打湿的信。原来他被紧急召回了王都，为了留下这最后的消息，他甚至要避开守卫，偷偷行动，连当面说声再见的时间都没有，就这样匆忙的离开了。信里的字迹虽然仓促，却留下了一个最重的承诺。他说总有一天一定会亲手把他从这里救出去，这是春之王子给小白兔的约定。莉莉娅知道最艰难的日子就要开始了，但只要这个约定还在，她就绝对不会放弃。莉莉娅死死盯着手里的信，那是克里斯蒂安留下的唯一念想。她一遍又一遍念着那个名字，春之王子。可她的小白兔现在该去哪呢？从那天起，莉莉娅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无论是在盛开的花丛中，还是在寂静的庭院里，她始终守着那个约定。可现实远比想象中残酷，不管她等了多久，那个熟悉的身影再也没出现过。她就这样彻底断了音讯，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莉莉娅也慢慢长大了。时间带走了很多东西，却唯独带不走那份执念。时间过得比想象中还要快，转眼间，那场备受瞩目的白色婚礼就已经近在咫尺了。赫尔加温柔地送上祝福，说明天就是正式的日子。他真的很想亲眼看看莉莉娅穿上婚纱的样子，那画面一定美得不像话。可面对这份真诚的期待，莉莉娅却显得有些心事重重。她沉默了片刻，像是终于下定了某种决心。她轻声唤着赫尔加的名字，说自己有一个请求。莉莉娅跪在赫尔加面前，终于说出了藏在心底的秘密。她说自己心里一直住着一个人，那是她这辈子最放不下的人。
赫尔加听完沉默了很久，毕竟明天就是正式的婚礼，那是莉莉娅无法逃避的命运，也是她身为圣女的责任。可莉莉娅接下来的话却让人感到无比心酸。她说自己已经做好了决定，会如期嫁给那个大祭司，把余生都献给神殿。她会成为那个纯洁的女神，但这并不代表她忘记了过去。在彻底告别自由之前，她向赫尔加提出了最后的请求。她哀求地看着这位长辈，希望对方能帮她达成心愿。莉莉娅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要求，她想让赫尔加抹掉他所有的记忆，关于那个人的所有一切，她都不想再记得了。赫尔加听完愣住了，他反复确认莉莉娅是不是认真的，毕竟那是他最真实的回忆。真的舍得就这样彻底忘掉吗？莉莉娅低着头说，她想全心全意地侍奉未来的丈夫，如果带着对另一个人的感情走进婚礼，那对自己和对方都太不公平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那份思念实在太折磨人了。每当想起克里斯蒂安，他的心就像被撕裂一样，他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。他死死抓着赫尔加的手，卑微地哀求着，希望对方能用神殿的力量帮他。为了能在这个牢笼里活下去，他宁愿亲手杀掉那个深爱的自己。看着莉莉娅为了责任，宁愿亲手毁掉最珍贵的回忆，赫尔加心里五味杂陈。他觉得这女孩真是勇敢的让人心疼。最终，他还是决定成全这份决绝。他说会动用自己最后的力量，把那个人的存在从莉莉娅的灵魂里彻底抹除。这意味着那个曾经视若生命的名字，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，都会像烟雾一样散去，再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在仪式开始前，赫尔加最后一次确认：真的不后悔吗？这可是永远的遗忘。莉莉娅给出了最后的回答，语气里透着一种死心塌地的平静。随着光芒在指尖亮起，这段注定没结果的感情，真的要画上句号了吗？随着仪式开始，那些关于克里斯蒂安的记忆化作一个个彩色的气泡，在莉莉娅的世界里彻底破碎。她对着那个曾经深爱的少年，在心里轻轻说了声再见。从此以后，她的生命里再也没有春之王子，只剩下无尽的空白。转眼到了白色婚礼当天，整座神殿被装饰得神圣而庄严，所有人都在见证这场盛大的仪式，庆祝白之女神的诞生。莉莉娅穿着纯白的婚纱，一步步走向那个高高的祭坛，她手里捧着鲜花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就像一个精致却失去了灵魂的木偶。神殿里到处都是欢呼声，信徒们疯狂地赞美着新任女神。在他们眼里，这场婚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恩赐。莉莉娅静静地听着这些祝福，她已经接受了现实，准备以女神的身份履行职责，去迎接那个没有爱也没有自我的未来。可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争吵声，原本庄严的气氛瞬间被打破，人群中开始出现不安的骚动。莉莉娅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大门就被猛地推开了，一名侍女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，甚至顾不上最基本的礼仪。神殿的祭司还没反应过来，正皱着眉头质问到底在吵什么，在女神的婚礼上大呼小叫，简直是对神灵的亵渎。可闯进来的侍女带回了一个足以让整座帝国震动的消息：大祭司去世了。这个消息像重锤一样，狠狠砸在了每一个人的心头。原本喜庆的婚礼现场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混乱。莉莉娅完全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，她手里的捧花无力地滑落，重重地摔在了冰冷的地板上。谁能想到，大祭司竟然在婚礼当天去世了？原本神圣的仪式瞬间变成了所有人眼中的不祥之兆，婚礼被迫取消，流言蜚语像潮水一样涌来。莉莉娅独自待在空荡荡的房间，原本该成为新娘的她，现在却不知道该往哪走。神殿的高层们正吵得不可开交，有人想继续仪式，有人却担心会招来更大的灾祸。因为大祭司的死，莉莉娅被彻底贴上了不吉利的标签，她被关进神殿最深处的房间，这辈子恐怕都出不去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窗外的景色变了又变，这种生活平静的让人发疯，除了发呆和看书，她什么也做不了。可每当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心里总会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，好像自己一直在等某个人出现，可那个人到底是谁？这种感觉又是因为什么？几年时间一晃而过，莉莉娅已经成了神殿里的女神，虽然名声在外，但她依然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。直到这一天，一封来自皇室的信打破了平静，侍女急匆匆地跑来报信，说皇室那边竟然有人要见她。莉莉娅心里泛起了嘀咕，那些高高在上的皇族怎么会突然找上自己？这封信竟然是二皇子亲手写的，他指名道姓要见莉莉娅，让她立刻动身去皇宫。莉莉娅完全想不通，像自己这样被冷落的人，为什么会被皇室盯上？这位二皇子克里斯蒂安可不简单，他是帝国的司法大臣，现在老国王病重，整个国家的权力几乎都在他手里，是绝对不能得罪的大人物。侍女在一旁担心的不行，要是拒绝了这位掌权者，整个神殿恐怕都要跟着遭殃。莉莉娅虽然心里没底，但她绝不想因为自己给神殿带来任何麻烦，既然躲不掉，那就只能去皇宫看个究竟了。马车摇摇晃晃地穿过城门，外面的嘈杂声越来越响。莉莉娅独自坐在车厢里，猜测是不是快到皇宫了。以前神殿的祭司总说，外面的世界到处都是肮脏和污秽，可听着窗外热闹的动静，他实在忍不住好奇，就偷偷看一眼，应该没关系吧。可就在掀开帘子的那一刻，眼前的景象完全超出了想象，阳光洒满整条街道，到处是漂亮的房子和欢笑的人群，这哪里是什么污秽之地？外面的世界竟然比冷冰冰的神殿美多了。马车停在了宏伟的皇宫门前，莉莉娅刚下车，就看到有人已经在等她了。带路的是一位叫汉内斯的祭司，他负责引导莉莉娅去见二皇子。
看到皇宫里也有神殿的人，莉莉娅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。毕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，有个身份相近的人在身边，确实让她踏实了不少。走在金碧辉煌的长廊上，她还是忍不住开口打听，这位二皇子大费周章找她过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事？汉内斯祭司表现得很神秘，他说二皇子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，这次见面肯定不会有坏事。可越是这么说，莉莉娅心里就越没底。这位权倾朝野的克里斯蒂安，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真相就在那扇大门后面了。汉内斯把莉莉娅带到了大殿门口，郑重地向守在那里的副官交接。这位叫苏尔霍的男人，就是二皇子克里斯蒂安的心腹，规矩比想象中还要森严。接下来的路，莉莉娅必须一个人走，连一直陪着她的祭司也被拦在了门外。空旷的大殿里安静极了，莉莉娅只能独自面对未知的命运。这种被孤立的感觉，让她每走一步都觉得格外沉重。就在她还没站稳脚跟的时候，伴随着沉重的开门声，那位帝国最有权势的男人终于出现在了她的面前。莉莉娅跪在大殿中央，心里完全没底，这位皇子到底会对自己说什么？克里斯蒂安坐在高位上，语气冷淡地报出了名字。莉莉娅赶紧低头行礼，想用最完美的礼仪来应对，可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对方直接打断了。他不需要这些虚伪的客套，只想让莉莉娅抬起头来。当他慢慢抬起头，视线撞进那双深邃的蓝眸时，一种奇怪的感觉一下子涌了上来。眼前的这一幕为什么会让他觉得这么熟悉？难道他们以前真的见过？记忆深处的画面突然重叠。克里斯蒂安看着眼前的女孩，语气里竟然带着一丝温柔。他说莉莉娅变漂亮了，还亲昵地叫她小白兔。莉莉娅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，这个称呼对她来说太陌生。看到她这种反应，克里斯蒂安的眼神沉了下去。难道他把过去的事全忘了？他一步步走近，直接伸手抬起了她的下巴，强迫莉莉娅直视自己的眼睛。他又重复了一遍那个称呼，仿佛在确认某种专属的所有权。莉莉娅脑子里乱糟糟的，这是她第一次听到这种话。明明是初次见面，可心里却莫名觉得堵得慌。这种感觉让她完全不知所措。看到莉莉娅这副委屈的样子，克里斯蒂安放轻了声音，他以为是自己的强势吓到了他，甚至凑到跟前低声询问：难道你就这么怕我吗？莉莉娅赶紧摇头否认，她并不是因为害怕，只是觉得心里沉甸甸的，像是压着什么散不掉的情绪。听到这话，克里斯蒂安竟然破天荒地道了歉。他收回了手，往后退了一步，语气重新变得冷淡。莉莉娅试探着开口，想弄清楚这次召见的真正目的。他表现得客气又疏离，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。可克里斯蒂安根本没在听这些废话，他的思绪早就飘回了过去。在那片开满鲜花的回忆里，他曾亲口许下过承诺，要做他一辈子的守护者。现实的视线再次交汇，克里斯蒂安不再掩饰眼底的占有欲。他接下来的这句话，简直要让整个神殿翻天覆地。他要娶莉莉娅为妻。克里斯蒂安再次重申，他一定要娶莉莉娅为妻，这不是在征求意见，而是势在必得的宣告。莉莉娅一时间乱了阵脚，身为神之子的她，按律法只能嫁给大祭司，这可是不可逾越的铁律。可克里斯蒂安接下来的话简直狂妄到了极点，既然法律碍事，那就直接把法律改了。身为司法部长的他，早就把一切障碍扫清了，这下谁还能拦得住他？克里斯蒂安简直是疯了，他竟然在内阁会议上强行通过了新的婚姻法，连神之子都不能例外。这意味着莉莉娅从此拥有了选择丈夫的自由，再也不受神殿的束缚，这简直是为她量身定制的特权。莉莉娅心里乱成一团，难道她费尽心思修改国法，真的只是为了娶自己吗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克里斯蒂安已经牵起了他的手，眼神里全是志在必得。他再次郑重宣告：我一定要娶你。克里斯蒂安终于摊牌了，原来他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从一开始他就认定莉莉娅必须是他的妻子，可莉莉娅却完全不敢相信，像他这样的人凭什么能得到这种偏爱？看到他还在怀疑，克里斯蒂安的神情一下子变了，那副受伤又急切的样子让莉莉娅彻底愣住了。他为什么会露出这种表情？难道这份感情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吗？就在这节骨眼上，门外突然传来了剧烈的撞击声，有个不速之客正强行闯入，甚至连苏尔霍都拦不住他。克里斯蒂安倒是稳如泰山，直接示意苏尔霍把门打开，他倒要看看谁敢在这个时候来砸场子。闯进来的正是大皇子阿尔波，他一开口就火药味十足，甚至当众管克里斯蒂安叫弟弟，这挑衅的意味再明显不过了。更麻烦的是，阿尔波身后还跟着一个人，神殿的年轻祭司拉图里。莉莉娅一眼就认出了对方，他可是前任大祭司的亲儿子。阿尔波在这个时候把他带过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阿尔波一进门就火力全开，他指责克里斯蒂安趁着父王病重，竟然在皇宫里胡作非为，甚至还当众羞辱莉莉娅，说她是神殿的失败品。克里斯蒂安却冷静的可怕，他只回了一句话：我只是在求婚，你这时候闯进来，是不是太没礼貌了？旁边的拉图里祭司也坐不住了，他阴阳怪气的提醒：皇室成员迎娶女神，这在历史上可是头一回，根本没有先例。可克里斯蒂安完全不吃这一套，既然没先例，那他就当着开天辟地的第一个。谁知拉图里突然冷笑一声，他当众揭穿了克里斯蒂安的真心，说什么求婚，其实是看中了女神身上隐藏的力量吧。这话简直是杀人诛心，莉莉娅整个人都定住了。原来这一切的深情，难道只是为了利用她的治愈能力吗？面对拉图里的质问，克里斯蒂安竟然连头都没低一下，他直接反问了一句：那又怎么样？这种态度简直就是在火上浇油。
阿尔波立刻抓住了机会，他摆出一副兄长的架势，教训克里斯蒂安太自私，甚至搬出了皇室血统来说事。在他眼里，莉莉亚根本不是什么女神，而是一个会带来灾厄的扫把星，让这种女人进皇室，简直是皇家的耻辱。莉莉亚死死抓着裙角，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，连他自己都开始觉得阿尔波说的没错，他真的只是个不祥的预兆吗？拉图里还在那儿带节奏，他说莉莉亚连未婚夫都克死了，神力也早就消失干净了，这种被诅咒的女人对皇室来说根本一文不值。莉莉亚只是沉默地站着，任由这些恶毒的话语刺向自己。可克里斯蒂安却不吃这一套，他直接抛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：既然你口口声声代表神殿，那神有没有降下正式的神谕，明确反对这桩婚事？拉图里这下彻底哑火了，支支吾吾半天对不上话。克里斯蒂安直接把话撂在这儿：如果没有神谕，连国王都管不了我，你又算哪根葱？这就是绝对的压制。克里斯蒂安根本不在乎什么神力，他要的人谁也别想抢走。克里斯蒂安当众宣布，既然没有神谕阻拦，那这门亲事谁也别想挡。阿尔波气得直跳脚，大骂这是皇室历史上最大的丑闻。可克里斯蒂安早就留了后手，他冷笑着提醒这位好哥哥，议会最近刚通过了新法案，就算是皇室成员也有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。他甚至当众嘲讽阿尔波，要是你平时多关心点国事，多去参加几次议会，也不至于现在像个傻子一样。被戳到痛处的阿尔波彻底破防了，他指着克里斯蒂安的鼻子大骂，你一个卑贱的庶子，竟敢在这里大言不惭。场面一度陷入死寂，拉图里祭司却在这时站了出来，他因沉着脸表示，法律怎么变他不管，但女神必须嫁给大祭司，这是神殿千百年来的规矩。他死死咬住这个身份不放，作为下一任大祭司的继任者，他绝不允许任何人践踏神殿的尊严。克里斯蒂安直接亮出了底牌，他冷笑着提醒拉图里，在神殿里你确实是老大，但在我这个司法部长面前公然藐视帝国的法律，你是不是觉得这身系丝袍能保命？这一记重锤砸得拉图里哑口无言，他只能强撑着面子警告克里斯蒂安别太傲慢，随后带着同样吃瘪的阿尔波灰溜溜地离开了现场。可这场权力的博弈却成了压死莉莉亚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看着克里斯蒂安高大的背影，心里却全是被羞辱后的自我否定。他觉得自己没有神力，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拖油瓶，如果真的留在他身边，只会让这位完美的皇子蒙羞。莉莉亚低声打破了沉默，说自己要回神殿去，要把自己重新关进那个牢笼。就在莉莉亚转身要走的时候，克里斯蒂安一把叫住了他。他知道现在的莉莉亚满脑子都是自卑，如果让他就这么回了神殿，这辈子恐怕都见不着了。他收起了刚才那副冷冰冰的架势，眼神温柔的简直能滴出水来。他说自己准备了一份惊喜，一定要带莉莉亚去看看。这一招简直就是莉莉亚的软肋。他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，可面对克里斯蒂安伸出的手，他还是忍不住停下了脚步。克里斯蒂安这回是真走心了，他不再聊什么皇室和法律，只想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这个受尽委屈的女孩留在身边。推开那扇沉重的大门，眼前的景象让他一下子愣住了。原来他想分享的是这片一眼望不到头的繁华。看着这开阔的景色，莉莉亚心里的防线似乎松动了。这难道就是他准备的杀手锏吗？莉莉亚第一次看到地平线，这种自由的感觉让她整个人都亮了。克里斯蒂安看着她，许下了一个更大的承诺。他说以后要带她去看看那个比现在还要广阔得多的世界。这番话让莉莉亚心里乱了，她从来没想过自己还能拥有那样的未来。但克里斯蒂安的眼神很认真，他不仅想给她自由，还想彻底改变这个腐朽的国家。原来现在的帝国早就被那群贪婪的权臣把持了。自从老皇帝病倒后，这些人就开始肆无忌惮的享乐，甚至连他的亲兄弟也只顾着自己的利益。一边是权贵们在酒桌上挥霍，一边是百姓在田里苦苦挣扎。克里斯蒂安看透了这一切，他带莉莉亚来看这片风景，其实是在告诉他，他要亲手打碎这个黑暗的旧世界。克里斯蒂安终于摊牌了，他说自己必须变得更强，强到能亲手改变这个国家，而他最需要的助力就是莉莉亚。他紧紧盯着眼前的女孩，给出了一个最残酷也最诱人的选择：是嫁给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还是回神殿那个笼子里等死？莉莉亚整个人都定住了，这种突如其来的压迫感让她一时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因为在她的记忆里，从来没有人问过她想要什么。从小到大，她只是个听话的工具。选择这两个字对她来说实在太陌生了，一边是未知的自由，一边是熟悉的深渊。莉莉亚到底会怎么选？莉莉亚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心里想的却是那句厄运女神：如果真的嫁给克里斯蒂安，像她这样一直被诅咒的人，是不是也能变得对她有用？他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：这场婚约是不是他改革的工具？是不是只要娶了她这个女神，他就能顺理成章地改变这个国家？克里斯蒂安没有否认，他轻轻握住莉莉亚的手，语气坦诚的让人心惊。他说这确实是计划的一部分，但这场婚姻更是他未来的一部分。莉莉亚心里最后一点犹豫消失了，原来他需要的只是这个身份，但只要能被他需要，哪怕只是作为一个好用的工具，他也心甘情愿。这一刻，莉莉亚终于做出了决定，她要亲手抓住这唯一的救命稻草。莉莉亚看着眼前的海浪，她第一次感觉到未来这个词竟然可以这么美，只要是和他在一起，好像去哪里都可以。她终于鼓起勇气，轻声说出了那句我愿意。这一刻，她彻底告别了那个冰冷的过去，把自己交给了克里斯蒂安。克里斯蒂安愣了一下，随即整个人都兴奋起来。他一把抱起莉莉亚，在城墙上开心地转了好几圈，还开玩笑说她轻得像长了翅膀。莉莉亚
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搞得有点不知所措，他小声求他快把自己放下来，毕竟这种毫无顾忌的快乐，他还是第一次体验。克里斯蒂安收起了刚才的玩笑，他看着莉莉亚郑重承诺，以后不仅会护她周全，还会帮她实现所有的愿望。莉莉亚轻轻点了点头，既然决定了要一起面对未来，那就没什么好退缩的。克里斯蒂安牵起她的手，打算立刻把婚讯公之于众。两人并肩走进华丽的大殿，耳边全是恭喜的声音。克里斯蒂安1秒钟都不想等，他直接叫来苏尔霍去办正事，他要用最快的速度给莉莉亚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。克里斯蒂安一刻也不想等，他吩咐苏尔霍立刻去请神父。没想到苏尔霍早就准备好了，神父就在大厅里候着呢。看来今天这婚事结定了。莉莉亚整个人都懵了，难道今天就要举行婚礼？克里斯蒂安笑着点点头，他直言不讳地说，就是怕他反悔才要快点办。莉莉亚还没做好心理准备，他却根本不打算给他机会。他说这些可以婚后再慢慢想，现在他只想立刻把她变成名正言顺的皇子妃。还没等莉莉亚反应过来，他就被女仆们簇拥着去换装。听着耳边一声声的称赞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这和在神殿时的冷清完全不同。这种被所有人重视的感觉，让他第一次觉得这个决定或许真的做对了。莉莉亚坐在温热的水池里，直到这一刻她才有了实感，自己真的要嫁给克里斯蒂安了。这种被所有人精心呵护的感觉，让她觉得有些不真实。看着镜子里华丽的礼服，她忍不住在想，克里斯蒂安是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他好像早就预料到自己一定会答应这场婚约。女仆们围着他不停赞叹，说她是这世上最美的新娘。莉莉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心里却泛起一阵酸涩。以前从来没人对她说过这些，因为这头白发和红色的眼睛。以前在神殿的时候，所有人看她都像在看怪物，除了恐惧就是排挤，根本没人敢靠近她。可现在，她正踩着厚厚的地毯，在所有人的跪拜中走向未来。曾经那个被嫌弃的祭司，终于要迎来属于她的光了。莉莉亚心里还是有点没底，克里斯蒂安对自己这么好，到底是因为体谅她的处境，还是真的对她动了心？在她眼里，现在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还没等她想明白，侍从已经推开了沉重的大门，提醒她仪式就要开始了。莉莉亚轻声应了一句，努力压下心头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。这一刻，所有的不安都被挡在了门后。她穿着洁白的婚纱，在鲜花的簇拥下缓缓走向祭坛，那是她从未想象过的盛大场面。这一刻终于还是来了，看着眼前的阵仗，她真的要嫁给皇子了。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命运的钢丝上，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。克里斯蒂安看着他，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温柔：“莉莉亚，到我身边来。”神圣的誓词在礼堂回荡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都要对彼此绝对忠诚。克里斯蒂安答应得非常干脆，仿佛他早就等这一刻很久了。我愿意。可轮到莉莉亚的时候，他却迟疑了。这可是欺瞒皇室的弥天大谎，真的要在这里把自己的命彻底交出去吗？万一神明真的降下惩罚怎么办？毕竟她嫁的人根本不是大祭司。就在莉莉亚想要打退堂鼓的时候，克里斯蒂安低声提醒她别动摇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就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。莉莉亚告诉自己，必须相信自己的选择，也必须相信眼前的男人。随着那句坚定的我愿意，两人的命运彻底锁在了一起。汉内斯在神前庄严宣布，从这一刻起，他们正式结为夫妻。最后一道程序是用一个吻来封存誓言。克里斯蒂安看着眼前的女孩，语气里满是志在必得。你终于属于我了，我的小白兔。明明是第一次见面，莉莉亚却觉得这个怀抱异常熟悉。这种莫名的怀念感到底是从哪来的？在所有人面前，克里斯蒂安是那个最完美的丈夫。他深情地称赞莉莉亚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新娘。可一回到书房，他就立刻卸下了那副温柔的面具。苏尔霍忍不住在一旁调侃，明明筹谋了这么久才得偿所愿，怎么现在反而摆出这张臭脸？看来这场婚姻背后的算计远比莉莉亚想象的还要深。苏尔霍一开口就戳中了要害，克里斯蒂安只能无奈承认，毕竟在教导自己多年的老师面前，他那点心思根本藏不住。想起刚进宫的那段日子，克里斯蒂安当时毫无根基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权力被哥哥阿尔波接管。可阿尔波不知道，自己其实只是个被架空的傀儡，真正躲在幕后操纵一切的是那个叫拉图里的副大祭司。拉图里不仅哄骗了阿尔波，还拉拢了朝中最顽固的贵族势力，这才是克里斯蒂安真正要面对的死局。看着拉图里那些人利用职权中饱私囊，克里斯蒂安很清楚，想要拯救这个国家，就必须先建立属于自己的地盘。他开始没日没夜地钻研政务，甚至主动申请参加内阁会议，在那些老狐狸眼皮子底下，默默积蓄着翻盘的力量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，这些人早就对腐朽的现状不满了，他们把克里斯蒂安当成了唯一的希望。终于在去年，他成功坐上了法务大臣的位置，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，他要亲手撕碎那些臣服的法律。这场权力的游戏现在才真正进入白热化阶段。克里斯蒂安费尽心思去修改婚姻法，其实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大义，他心里自始至终只装着一个人，那就是被困在神殿深处的莉莉亚。为了把他从那个牢笼里救出来，他可以不计代价的往上爬。可最让他感到无力的是，莉莉亚竟然已经把他忘得干干净净。苏尔霍在一旁轻声劝道，那时候莉莉亚还只是个孩子，记不住也是正常的。可克里斯蒂安却陷入了沉默。他并不是在责怪莉莉亚，只是这种被抹除掉的过去，让他意识到，想要彻底占有那个女人，仅仅靠救赎是不够的。克里斯蒂安原本以为莉莉亚
对他也是一样的深情，他甚至自负地觉得，只要自己一开口，对方就会迫不及待地嫁给他。苏尔霍在一旁无情补刀，说他当初还没见到人，就提前把婚纱都给定好了，这简直是克里斯蒂安最想抹掉的黑历史。他急得赶紧让对方闭嘴。虽然他心里很清楚，这场婚姻是自己强行促成的，但他根本无法接受生命中没有莉莉娅的存在，哪怕他已经彻底忘了过去，他也要不计后果的把她留在身边。苏尔霍看出了克里斯蒂安的失落，他提议，既然莉莉娅已经不记得了，那这不正是展现男人魅力的好机会吗？既然他把你当成陌生人，那就让他重新再爱上你一次。克里斯蒂安显然没往这方面想过，苏尔霍继续在一旁打气，把这当成是第二次初恋不就好了？毕竟为了能再次见到他，你这些年付出的努力大家都有目共睹，不管是没日没夜的训练还是钻研政务，现在的克里斯蒂安早就脱胎换骨了。他看着窗外陷入了沉思，第二次初恋吗？克里斯蒂安总算想通了，与其在这里纠结被遗忘的过去，不如用现在的身份重新赢回莉莉娅的心。既然老天给了他重来一次的机会，那他绝对不会再搞砸了。他整个人终于恢复了往日的自信，甚至带了一丝志在必得的野心。他对这空荡荡的房间发誓，一定要让莉莉娅重新爱上自己。被当成女神供奉在皇宫里，莉莉娅住进了最豪华的套房。女仆退下后，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。谁能想到，这竟然是她第一次离开神殿，外面的世界注定要因为她的到来变天了。今天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莉莉娅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。她突然想起克里斯蒂安说的话，当时她紧紧握着他的手，语气听起来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。他说要让她相信他，还一遍又一遍叫着他的名字。这下麻烦了，这位皇子殿下好像是认真的。莉莉娅刚睁开眼，就看到克里斯蒂安坐在床边盯着自己，他语气里全是调侃，说他睡得实在太沉，甚至让他怀疑他是不是没气了，才赶紧把他抱到床上休息。莉莉娅这下彻底尴尬了，谁家好人在新婚之夜能睡得这么死啊？面对这所谓的新婚之夜，莉莉娅脑子里全是神殿教过的那些知识。既然已经成了真正的夫妻，接下来该发生点什么，她心里其实早就有数了。正当她紧张的不行的时候，克里斯蒂安突然叫了她的名字，还命令她把嘴张开。莉莉娅这下彻底想歪了，难道这么快就要进入正题了吗？结果一抬头，对方竟然只是想喂她吃个马卡龙。莉莉娅乖乖吃下了这块马卡龙，甜滋滋的味道一下子在嘴里化开。可奇怪的是，她明明是第一次吃这种甜点，为什么会觉得味道这么熟悉？克里斯蒂安解释说，这是看他在宴会上没怎么动筷子，才特意拿来给他垫垫肚子的。看来这位皇子冷酷的外表下，还藏着一颗挺细致的心啊。莉莉娅有点不好意思，赶紧说这种小事自己来就行。可克里斯蒂安却坚持要喂他，还理直气壮地说照顾自己的新婚妻子是应该的。这一句新婚妻子让莉莉娅半天没回过神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对方的手指已经轻轻擦过了她的嘴唇。他动作自然地抹掉那点碎屑，眼神里竟然透着一股温柔。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让莉莉娅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。这种暧昧的气氛，真的只是在吃点心吗？看着莉莉娅这副坐立难安的样子，克里斯蒂安轻声安慰她，没必要这么紧张。他突然提起了在教堂许下的誓言，问他还记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。莉莉娅一时间有点语塞，那些神圣的词句在脑海里乱成一团。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克里斯蒂安一字一句地重复着，每一个字都像是直接敲在他的心上。他越靠越近，仿佛要把这些誓言刻进现实里。这可不只是走个过场，他是真的打算要和他共度余生了。克里斯蒂安这番话可不是说说而已，他向莉莉娅保证，自己这辈子都绝不会违背誓言，同时也希望她也能记住这些承诺。他轻声呼唤着她的名字，两人的手不知不觉扣在了一起，这种亲密感让气氛完全变了。他凑到莉莉娅耳边，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渴望。他想要的不是那种名义上的契约，而是想和她成为真正的夫妻，无论身体还是灵魂。莉莉娅一时间没说出话来，她沉默了很久，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心底的顾虑：“你真的确定要这么做吗？”克里斯蒂安温柔地捧起她的脸，像是在哄小孩一样夸她真乖，随后轻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。这种亲密让莉莉娅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两人就这样坐在床边，克里斯蒂安一眼就看穿了她的局促，他伸手想要拉近两人的距离，直接问她是不是觉得很紧张。看着她这副不知所措的样子，他停下动作，认真地问：“你是在害怕吗？”莉莉娅沉默了片刻，还是小声承认了自己心里的恐惧。面对这种坦诚，克里斯蒂安又会怎么做呢？莉莉娅坦白自己确实在害怕，但她还是紧紧抓住了他的衣角。她说嫁给殿下是她自己的选择，并不是被谁逼迫的。这一刻，她终于鼓起了勇气。她抬起头看着克里斯蒂安，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。既然是自己选的路，她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准备。克里斯蒂安轻声唤着她的名字，他捧起她的脸吻了下去。这个吻不再是走个过场，而是带着前所未有的认真和深情。两人在月色下紧紧相拥，莉莉娅轻声呢喃着殿下。这一晚，他们的关系终于迎来了真正的改变。这一刻，所有的言语都显得多余了。克里斯蒂安用最直接的方式回应了莉莉娅刚才的勇气，那些曾经的顾虑和隔阂，在这一晚彻底消失不见。莉莉娅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，她的每一个细微的回应都在告诉对方自己的心意。两人在月色下越靠越近，感受着彼此最真实的温度。这一场名义上的婚姻终于在今晚画上了句号，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相守，属于他们的故事现在才算真正开始。
这一夜的温柔几乎要溢出屏幕，曾经那些冰冷的契约和防备，在这一刻彻底化成了绕指柔。两人就这样静静地依偎在一起，感受着从未有过的宁静。莉莉娅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，第一次觉得他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皇子，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丈夫。这种踏实感让她彻底放下了心防，眼神里只剩下全然的信任。克里斯蒂安的表情里满是宠溺，这一场蓄谋已久的追妻大战，他终于拿到了最想要的那个结果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了。平日里那个冷峻的男人，现在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温柔。他轻声呢喃着：“莉莉娅，你真可爱。”这一吻落下的同时，所有的理智都被抛到了脑后。莉莉娅根本无力招架，只能任由这份炽热将自己淹没。莉莉娅嘴上说着不要，可身体却诚实的一塌糊涂。这种从未有过的陌生感觉，让她整个人都乱了阵脚。克里斯蒂安已经彻底失控了，他低声呢喃着，自己快要被这种感觉逼疯了。面对这个男人霸道的占有，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在这场情感的漩涡里越陷越深。莉莉娅现在整个人都乱了，嘴里虽然还在求饶，但根本挡不住男人的攻势。谁能想到平日里冷冰冰的他，动起真格来竟然这么霸道，甚至完全不给他喘息的机会。面对这种让人招架不住的手段，他只能彻底放弃抵抗，在这场博弈中输得一败涂地。就在气氛最浓烈的时候，莉莉娅却突然喊了停，她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一切，只能一边推开男人一边道歉。克里斯蒂安并没有生气，反而温柔地安慰他没关系。这种体贴让莉莉娅更加自责，觉得自己搞砸了这一切。她轻轻抬起手，试探着问能不能摸摸他的脸。看到这个男人如此尊重自己，莉莉娅终于点了点头。这种失而复得的温柔，比刚才的炽热更让人心动。克里斯蒂安紧紧搂住莉莉娅，他说该道歉的人其实是他，刚才确实是自己太冲动了。莉莉娅还没从刚才的混乱中缓过来，他就已经主动停下了动作，甚至还细心地帮他整理好衣服。看着他一脸迷茫的样子，他温柔地捧起他的脸，轻声说：“今天就到这里吧。”因为比起发泄欲望，他更想用心地去珍惜他。这种被视若珍宝的感觉，真的比任何甜言蜜语都管用。克里斯蒂安在莉莉娅额头落下一吻，轻声跟她道了晚安。昨晚那些纠缠不清的情绪，总算在这一刻暂时平息了。第二天清晨，莉莉娅准时出现在餐厅，她特意换上了一件高领长裙，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。克里斯蒂安盯着她看了半天，突然开口问了一句：“你怎么换成这件衣服了？”看来昨晚留下的那些痕迹，他是真的不想让她再看见啊。克里斯蒂安问起房间里的裙子，莉莉娅赶紧解释说，觉得那些衣服不属于自己，所以一件都没敢碰。没想到那些全是特意为她准备的。看着男人有些低落的样子，莉莉娅心里开始打鼓，难道自己又不小心惹他生气了？餐桌上的气氛有点沉重，克里斯蒂安看他几乎没动刀叉，还以为是饭菜不合胃口，甚至打算叫厨师过来重新做。莉莉娅吓得赶紧摆手，解释说自己只是被吓到了，毕竟眼前的这么多好吃的，她以前连见都没见过。在神殿生活的时候，每天只有干面包和蔬菜汤，能吃上一个白煮蛋就算过节了。看着这一桌子丰盛的晚餐，他甚至不知道该从哪下筷子。克里斯蒂安听完没再说话，他这才明白这个女孩以前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克里斯蒂安主动帮她分好食物，还特意交代了一句，这些饭菜全都提前试过毒了，让她尽管放心大胆的吃。莉莉娅显然被这种细致给惊到了，毕竟在神殿哪有这种待遇。她试着尝了几口，忍不住直夸这些东西太好吃了。看着她吃得这么开心，克里斯蒂安就这么静静的陪着。可这种温馨的气氛还没过多久，就被推门而入的苏尔霍打断了。他手里拿着厚厚的日程表，一开口就是个重磅消息。他说关于两人结婚的正式公告，现在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。克里斯蒂安直接拍板，让苏尔霍立刻召集所有大臣，他要在今天下午正式向全帝国宣布和莉莉娅的婚讯。看着莉莉娅身上那件旧衣服，他虽然觉得有点可惜，但还是决定带她去定制新衣服，毕竟只有量身定做的才最舒服。他当众宣布，吃完饭就出发。苏尔霍也立刻领命去安排。皇室的裁缝们这下有的忙了。莉莉娅还想替他省钱，觉得没必要这么破费。克里斯蒂安却笑着说，别想那么多，作为皇子妃，你穿得漂亮也是在给我长脸。这男人真是把他的心思拿捏得死死的。既然他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莉莉娅也只能点头答应。可皇子妃这个头衔对现在的他来说实在太沉重了，他坐在那里心里却全是不安。如果自己没法成为合格的王妃，如果那股女神的力量永远不觉醒呢？到了那个时候，克里斯蒂安还会像现在这样一直守护在他身边吗？还是说他看中的只是那个虚无缥缈的身份？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让他根本没法彻底安心。既然成了皇室的一员，这种顶级规格的更衣室自然成了莉莉娅的日常。看着满屋子顶尖工匠的作品，他一时间还没完全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奢华。克里斯蒂安倒是很从容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大方方地介绍莉莉娅的身份，这就是我的妻子莉莉娅。看来他今天特意推掉公事，就是为了亲手给莉莉娅挑几件最衬她的礼服。面对皇室女官的恭敬行礼，莉莉娅反而显得有些局促。她总觉得是自己的红瞳吓到了这些初次见面的人，毕竟在神殿的时候，大家看她的眼神都差不多。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感让她下意识想跟对方道歉，可她根本不知道，在这些女官眼里，她那头银发和红色的眼睛简直就是高贵血统的象征。克里斯蒂安在一旁看着，只觉得这个女孩单纯的可爱，在他心里，莉莉娅就是最纯洁的女神。
看到莉莉娅的真容后，女官们全都愣在了原地。她们怎么也没想到，传说中神殿的那位女神竟然真的出现在了自己面前。可莉莉娅却误会了这种沉默，她有些自卑的低声询问：“这双红色的眼睛是不是让你们觉得很可怕？”这话下的女官们赶紧否认，在他们眼里，这简直是神赐予的绝美长相。克里斯蒂安更是当众表态，他温柔地告诉莉莉娅：“你是这世上最特别的存在。”这种毫不掩饰的宠溺，让周围的人都看酸了。克里斯蒂安这把总镜头一上来，谁也拦不住，他直接给工匠下了死命令：日间礼服和晚宴服各来10套。这还没完，他牵起莉莉娅的手，打算带她把整个更衣室逛个遍，甚至连配套的鞋子和首饰都要全部安排到位。莉莉娅哪见过这种大场面，她赶紧摆手拒绝，说自己根本穿不了这么多。可克里斯蒂安却觉得一天换1套不就行了？莉莉娅简直哭笑不得，她原本只是想换件衣服回家，结果现在倒好，这是要把整个更衣室搬空吗？克里斯蒂安简直就是行走的提款机，只要是最新款，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全包了。莉莉娅在一旁看得一愣一愣的。等到了正式量尺寸的时候，女官特意询问她的个人喜好，想在设计里加点她喜欢的元素。可莉莉娅却突然沉默了，她有些局促的小声道歉，说自己真的不知道喜欢什么。原来在神殿的那段日子里，她从来没有自己选衣服的权利，别人给她准备什么，她就只能穿什么。这种被剥夺了自我的过去，真的太让人心疼了。看着满屋子华丽的礼服，莉莉娅终于鼓起勇气开口了。她说这里的每一件衣服都漂亮的让她移不开眼。听到这话，女官的神情变得格外温柔，她郑重地向这位皇子妃承诺，一定会帮他找到最心仪的那一件喜欢的东西。这几个字在莉莉娅心里反复回响，以前她只能被动接受安排，从来没人问过她到底想要什么。她终于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，重重得点了点头。这一刻，她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木偶，而是开始学着为自己而活。莉莉娅现在心里特别没底，她总觉得这裙子太隆重了，甚至担心自己化完妆之后看起来像是在故意装成熟。可当她真正走出来的那一刻，全场都安静了。这深湛蓝色的礼服衬托的她整个人都在发光。克里斯蒂安直接看呆了，他半天没说出一句话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。旁边的设计师还在不停夸赞，说这颜色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，完美衬托出了那种纯净的气质。可克里斯蒂安还是没反应，这种死一般的沉默让莉莉娅心里更慌了。她到底是觉得惊艳，还是觉得太奇怪了？克里斯蒂安一直盯着他看，却一个字也不说。这种死一般的沉默让莉莉娅彻底慌了神，她甚至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这身衣服太难看了，才让她连客套话都说不出口。克里斯蒂安赶紧解释，他以为是莉莉娅不喜欢这件裙子，可莉莉娅却小声嘟囔着，说自己从来没穿过这么鲜艳的颜色，肯定看起来很奇怪。克里斯蒂安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他是自卑了。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语气变得格外温柔。他说刚才之所以没说话，是因为被美到失语了。这身衣服不仅适合她，简直让她漂亮的让人移不开眼。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莉莉娅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原来在这个男人眼里，她一直都是最耀眼的存在。克里斯蒂安这夸奖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。他说这身宝蓝色不仅衬肤色，还夸她像从天而降的天使。刚才还在那儿拼命自我怀疑，现在看来那些担心全都是多余的。他轻轻抚摸着裙摆，终于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。这一句谢谢，他是真的感觉到了被认可的快乐。看着这满屋子的东西，莉莉娅心里还是直打鼓，总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了。克里斯蒂安倒是想得挺开，他说反正离正式宣布婚讯还有那么一段时间。紧接着他话锋一转，竟然主动发出了邀请，问他愿不愿意陪自己待一会儿。莉莉娅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谁能想到这里竟然藏着这么美的一座花房，简直像掉进了另一个世界。看到他这么开心，他趁机问他喜不喜欢这里。看来这位冷冰冰的指挥官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。就在这片花海里，莉莉娅发现了一个小惊喜，竟然是一只白白胖胖的小兔子。她忍不住问克里斯蒂安，这些小家伙难道都是他养的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冷冰冰的男人，从小就对这种毛茸茸的东西没抵抗力。面对亲手抱抱兔子的邀请，莉莉娅明明很喜欢，可一想到自己那个纯白女神的身份，她还是很下心拒绝了。这种平凡人的快乐，难道注定跟她没关系吗？莉莉娅还在纠结神殿的那些死规矩，说什么不能随便碰活物。克里斯蒂安倒是一点不在乎，还安慰她说这里的兔子乖得很，绝对不会伤到她。看着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，他心里的防线一下子就塌了。他温柔地招招手，让他过去试试。两人就这样在花房里坐了下来，难得有这么安静相处的机会。莉莉娅最后还是没忍住，把这只软萌的小家伙抱进了怀里，简直要被他给彻底融化了。克里斯蒂安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，眼里全是藏不住的温柔。只要他能开心，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两人坐在凉亭里翻着旧书，莉莉娅突然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，原来这书里画着的竟然就是刚才那只小兔子。莉莉娅看着书里的白兔子，觉得它简直就是自己的翻版。克里斯蒂安在一旁静静看着，发现他笑得比平时都要灿烂。原来他对兔子这种特别的感情，全是因为他以前随口的一句话。就因为他曾叫过他一声白兔子，他就把这些小家伙当成了唯一的依靠。他一直有个卑微的梦想，就是能和真正的白兔子交朋友。可身为神之子，他这辈子都注定不能触碰任何活物。这种触不可及的愿望，听得他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会为了他打破这个禁忌吗？
克里斯蒂安直接握住了他的手，向他保证那个梦想一定会实现。他不只是在随口安慰，而是要把这件事彻底包在自己身上。莉莉亚还是有点不敢相信，试探着问能不能偶尔来看看兔子，毕竟对他这种身份来说，哪怕是一丁点自由都很难得。谁知道他压根没打算让他等，直接告诉他想什么时候来都行，哪怕天天待在这里都没问题。这下莉莉亚总算彻底放开了，拉着他在花园里到处跑。看来只要有他在身边，那些所谓的禁忌全都不算数了。莉莉亚正想跟小兔子亲近一下，却发现这小家伙有点不对劲，他的眼睛好像一直都没睁开过。克里斯蒂安在一旁解释说，这只兔子天生就有眼疾，从出生起就看不见外面的世界。看着这么可爱的小生命受苦，莉莉亚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她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帮他？传说中神之子的治愈能力，只有在完成大婚后才会真正觉醒。既然现在已经嫁给了克里斯蒂安，那股沉睡的力量是不是该醒了？他闭上双眼，开始默默祈祷。这可是他第一次尝试动用神力，到底能不能创造奇迹呢？莉莉亚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一刻，她闭上眼，在心里默念着治愈，希望能帮这只小兔子重见光明。可等他再次睁开眼，小兔子的眼睛还是没有任何变化，他的神力根本就没有觉醒。克里斯蒂安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，莉莉亚只能无奈地承认失败。原本以为结婚后就能拥有力量，结果到头来还是什么都做不到。这种挫败感让他觉得自己特别没用。可克里斯蒂安接下来的话却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，他说他根本不需要什么特殊力量，现在的他就已经足够好了。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告诉他，他不需要非要成为那个完美的女神，只要做他自己就足够了。克里斯蒂安的话让莉莉亚彻底懵了，如果他真的不在乎神力，那当初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娶她？难道这场婚姻的背后还有什么他不知道的秘密？还没等他开口问个清楚，克里斯蒂安就直接做了个决定，既然他这么喜欢这只小兔子，那就干脆把它留下来自己养，反正只要他能开心，这宫里的规矩根本不重要。莉莉亚刚才的烦恼瞬间全没了，她兴奋地给兔子取了个名字叫科扬卡。看来在这个冷冰冰的皇宫里，她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伙伴。阿尔波现在简直要气炸了，克里斯蒂安那个疯子不仅私自娶了莉莉亚，竟然还要把这件事闹得全世界都知道。为了能名正言顺的把人占为己有，他甚至不惜动用权力去修改法律，这简直是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可阿尔波心里也很清楚，就算那个女人再怎么让人讨厌，她终究还是那位纯白的女神，是这个帝国唯一的希望。克里斯蒂安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到底是为了保护这位女神，还是在筹划什么更可怕的阴谋？阿尔波突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可能性，难道克里斯蒂安费尽心私娶那个女人，是为了把女神的力量据为己有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他的野心可就太吓人了。拉图里却觉得这根本不可能，毕竟想要唤醒女神的力量，必须得完成那场神圣的婚礼。可原本定好的新郎早就已经没命了，在王国上千年的历史里，还从没出过这种离奇的意外。拉图里认定莉莉亚就是个扫把星，像他这种带着晦气的人，根本不可能拥有什么神力。阿尔波现在整个人都坐立难安，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如果莉莉亚真的帮克里斯蒂安上位，那这王位可就彻底没他的份了。拉图里在一旁不停的煽风点火，口口声声说他才是正统的继承人，还拿死去的王后出来说事，把阿尔波捧得飘飘然。可拉图里心里其实根本瞧不起他，要不是为了能掌握大权，谁愿意整天巴结这么一个蠢货？在他眼里，阿尔波不过就是个好用的棋子。拉图里安慰他不用担心，说莉莉亚只是个没用的废物，根本使不出什么女神的力量。要是这个女人真的敢挡路，那就别怪她心狠手辣了。订婚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克里斯蒂安提醒他该出发了，莉莉亚只是轻声应了一句。看着眼前的华丽宫殿，他心里却全是当年的阴影。万一大家又像上次那样讨厌他怎么办？他紧紧抱着怀里的小兔子，小声问能不能带他一起上台，毕竟要面对那么多人，他心里还是没底。克里斯蒂安会答应这个要求吗？只要有这只兔子陪着，莉莉亚就觉得自己有了底气。克里斯蒂安这次倒是格外大方，直接当众放话，只要是他想要的，他全都会满足。这种被捧在手心的待遇，换做别人早就提各种过分要求了。可莉莉亚却表现得很冷静，她犹豫再三，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请求。他想让住在神殿的赫尔加也搬进王宫里来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克里斯蒂安显然有些意外，毕竟那位可是曾经的神女。莉莉亚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他接过来，到底是在打什么算盘？莉莉亚提到了那个最重要的人，赫尔加不仅是他的朋友，更像是亲生母亲一样照顾他。现在赫尔加双目失明，一个人留在神殿肯定很难熬，他只想回去看一眼。克里斯蒂安很清楚现在的局势，到处都是反对他们结婚的势力，他身边确实需要一个亲信，只要能让莉莉亚安心，他决定破例把人接到皇宫。这下莉莉亚终于有靠山了，只要能给他一个名分，莉莉亚就能永远留在皇宫里。克里斯蒂安终于做出了决定，他激动地抱住眼前的男人，以为这就是幸福的开始。可消息一传出去，整个社交界都炸开了锅，皇子竟然要娶神殿的人，大家都在私下议论，这场婚事背后肯定没那么简单。就在流言蜚语满天飞的时候，大殿的门缓缓开启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克里斯蒂安带着莉莉亚正式亮相。这场面可不只是为了秀恩爱，更是为了向所有人宣示主权。面对台下各怀鬼胎的贵族，他当众宣布了婚讯，直接给了莉莉亚最稳固的名分。
他甚至把莉莉娅捧到了女神的高度。他心里清楚，台下这群老顽固肯定有1万个不服气，但这男人接下来的话更狠，他把这桩婚事上升到了国家存亡的高度，谁要是敢反对，那就是在阻碍帝国的改革。这招先发制人，确实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镇住了。但这种强硬的手段，真的能堵住那些悠悠众口吗？克里斯蒂安当众宣布，这场皇室与神殿的联姻会让整个国家彻底变天，带所有人走向光明的未来。他牵着莉莉娅的手，在万众瞩目下许下誓言，要为这个国家的繁荣奉献一切。台下的欢呼声几乎要掀翻屋顶。可就在这最甜蜜的时刻，他却凑到莉莉娅耳边低声命令：“莉莉娅，保持微笑，向你的子民挥手。”他只能僵硬的照做。在这场盛大的剧本里，他不过是一个必须演好角色的漂亮木偶。民众还在为这场婚礼疯狂，可谁能想到，这令人艳羡的幸福背后，竟然全是冰冷的算计。恭喜二皇子和王妃殿下！随着这一声祝贺，莉莉娅的身份彻底变了，婚讯一下子传遍了整个王国。在百姓眼里，这就是最完美的结合。还没等他回过神，就已经被带到了奢华的新寝宫，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。眼前这间华丽的卧室，简直就像是为莉莉娅量身定做的。虽然这场婚约来得非常突然，但这里的布置却让他感到无比亲切。站在一旁的苏尔霍忍不住感叹：这哪里是什么巧合？为了迎接这一天，克里斯蒂安殿下已经准备了整整好几年。意识到自己差点说漏了嘴，苏尔霍赶紧岔开了话题。他并没有打算现在就揭开真相，而是带着莉莉娅继续参观。侍女送来了刚泡好的红茶，苏尔霍礼貌地邀请莉莉娅入座。可还没等莉莉娅碰到杯子，他却先一步端起了茶水，解释说这是二皇子的死命令，凡是莉莉娅要入口的东西，都必须先经过严密的毒性测试，直到确认这杯茶绝对安全，他才放心地递到了莉莉娅面前。看到对方这么小心翼翼，莉莉娅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这种密不透风的保护，真的只是为了她的安全吗？莉莉娅喝着刚泡好的茶，随口提了一句：“克里斯蒂安以前也会帮他试毒，这种日子真的有必要这么小心吗？”苏尔霍没有接话，而是直接让女仆退下。看来接下来的话不能让任何外人听见。苏尔霍语气沉重，叮嘱他千万要守好这个秘密。莉莉娅郑重地答应了。谁能想到，克里斯蒂安的生母其实只是国王身边的一个女仆，而他现在的皇子身份，全是靠王妃在背后一手遮天。更残忍的是，孩子刚出生，生母就被王妃无情地赶出了皇宫。这种被掩盖的真相，让莉莉娅一时间根本无法接受。莉莉娅终于想起阿尔波曾经那些难听的咒骂，原来他早就知道克里斯蒂安只是个私生子，因为王妃极度厌恶他的血统，甚至下令永远不许他踏入皇宫一步。这位名义上的皇子，其实从出生起就被放逐了。在那座冷清的别宅里，他不仅体弱多病，身边更是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只能独自熬过漫长的童年。听到这些，莉莉娅心里五味杂陈。谁能想到，在外人面前高不可攀的皇子，竟然有过这样一段凄惨的过去。苏尔霍叹了口气说，他从皇子7岁起就陪在身边，但在那之前，根本没有人真正关心过这位殿下。听到这些，莉莉娅不自觉地想起了自己。她在神殿长大，身边的人都对她关怀备至，可克里斯蒂安却什么都没有。那种孤身一人的滋味，真的比什么都难受。这种感同身受的痛苦，让他对克里斯蒂安多了一份怜悯。不过苏尔霍话锋一转，虽然处境艰难，但克里斯蒂安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，不管教他什么都能立刻领悟，甚至还能提出连老师都想不到的见解。不仅头脑聪明，克里斯蒂安在训练上也从不懈怠。12岁那年，他已经展现出了皇室接班人的气场，正好赶上王妃去世，国王终于下令把他接回了皇宫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因为国王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他开始代理朝政，一步步接手了国家的权力核心。听到这里，莉莉娅忍不住感叹：殿下真的太了不起了。苏尔霍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直言现在的帝国全靠克里斯蒂安一个人在撑着。从一个被放逐的私生子，到如今权倾朝野的帝国支柱，他到底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？克里斯蒂安曾说过，他想要掌握更大的权力，去彻底改变这个国家。莉莉娅当时就被他眼中的光芒给深深吸引住了。可苏尔霍接下来的话却像一盆冷水当头泼下。他说，殿下小时候身体虚弱，根本不是天生的，而是被人下了毒。究竟是谁会对一个孩子下死手？是那位一直厌恶他的王妃，还是躲在暗处窥视权力的其他人？真相至今还埋在迷雾里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克里斯蒂安能活到现在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。得知克里斯蒂安曾怀疑自己中毒，莉莉娅整个人都定住了。苏尔霍回忆说，就在他刚当上导师不久，年幼的殿下就亲口对他说了这件事。为了保命，他们立刻更换了所有厨师，只用绝对性得过的人。果然没过多久，殿下的身体就开始迅速好转。但这还远远不够，为了彻底杜绝后患，苏尔霍和克里斯蒂安甚至开始服毒，通过长年累月的微量摄入，让身体产生了极强的抗药性。苏尔霍看着莉莉娅说，他不希望公主出任何意外，所以他和殿下一定会帮他也建立这种免疫力。在那个危机四伏的皇宫里，克里斯蒂安就是这样，一边保持着优雅和体面，一边在生死边缘挣扎着长大。莉莉娅怎么也没想到，克里斯蒂安那光鲜亮丽的外表下，竟然藏着这么沉重的过去。他现在的每一点成就，都是在刀尖上拼出来的。对比之下，他觉得自己实在太渺小了。苏尔霍却在这时轻声安慰说，殿下其实也一直在苦苦支撑，所以
才更需要他陪在身边。可莉莉娅心里全是挫败感，她对宫廷外的世界一无所知，甚至连女神的力量都无法使用。面对克里斯蒂安肩上的重担，她觉得自己根本帮不上忙。就在她陷入自我怀疑的时候，索尔霍再次开口了，这一声呼唤能不能让她重新找回信心？索尔霍语气非常坚定，他说：“莉莉娅一定要相信自己，因为对克里斯蒂安殿下来说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最无可替代的精神支柱。”莉莉娅听得有些出神，真的能成为那个人的依靠吗？虽然现在还没什么信心，但这份肯定确实给了他不小的触动。他轻声向苏尔霍道谢，既然被寄予了这样的厚望，那就不能再继续消沉下去，必须得好好想想自己到底能为克里斯蒂安做些什么。夜深了，莉莉娅独自坐在沙发上，那些关于克里斯蒂安的秘密在脑海里反复盘旋。这一夜注定无法平静。莉莉娅试着帮小兔子治病，可女神的力量还是没动静。这种使不上劲的感觉让她心里空落落的。没想到这小家伙还挺懂事，居然主动凑过来安慰她。看着怀里毛茸茸的小生命，她总算露出了一丝笑意。可一想到自己的身份，她又陷入了深深的焦虑。如果连这点力量都找不回来，她觉得自己根本没资格站在克里斯蒂安身边。就在她暗暗下决心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克里斯蒂安的声音。他怎么在这个时候过来了？莉莉娅赶紧应了一声，心里却还没完全平静下来。克里斯蒂安进屋后，随口问他喜不喜欢新房间。莉莉娅赶紧点头，说这里简直太棒了，自己真的非常喜欢。看着他这么开心，克里斯蒂安也露出了笑意。可莉莉娅却突然认真了起来，她不想只当一个被照顾的人，而是想真正帮上他的忙。她鼓起勇气开口，说自己想学更多的东西，既然成了他的妻子，就必须变得更加优秀才行。这话让克里斯蒂安都有些意外。莉莉娅这是要彻底告别过去，打算为了他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吗？既然莉莉娅这么有上进心，克里斯蒂安自然全力支持。他打算下周就请个家庭教师，专门教他皇室的礼仪和历史，帮他尽快适应这里的身份。莉莉娅听了简直乐开了花，没想到他考虑的这么周到，不仅是历史，连外语和舞蹈他都想学，恨不得马上就开始努力。可克里斯蒂安却突然话锋一转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就被直接横抱了起来。刚才还在聊学习的事，怎么一下子就动手了？看来在克里斯蒂安眼里，比起那些枯燥的课程，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克里斯蒂安直接挑明了，作为他的妻子，莉莉娅最该做的事，可不是去学什么礼仪，而是要全心全意的爱他。这话让莉莉娅完全没反应过来，刚才还在聊正经的学习，怎么话锋转得这么快？